我国小的时候成绩还不错，相信大家应该都还不错。那时候，对，因为很简单嘛。那在当时，我们基本上就是个品学兼优的乖宝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国中之后，我的成绩就开始一路走下坡，因为你开始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你才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绩。那我觉得成绩这个东西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其实就等于一个大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如果你成绩很好的话，大家可能就说你前途一片光明啊，以后就很厉害。然后如果你成绩不好的话，你可能以后就流落街头之类的，就是很惨这样子。所以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指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自卑，因为身为一个学生，你读好你的书，考好你的试，那是你的本分。那当你没有做好，尤其你曾经好过的时候，对，然后你看到自己的分数就是这么陡，这样子一路走下去，那心里真的很不好受。我就是会觉得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那是一直到我接触了停格动画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除了成绩之外，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可以努力去把它做好的。那为什么一开始我会对这个技术有兴趣呢？其实纯粹是出于一个小男孩对玩具的热情。因为从小我们男生玩玩具可能会很向往，像是《玩具总动员》里面那种情节，就是玩具可以活生生的跟你互动。对，我很向往那种感觉，所以长大之后我就透过这个技术，然后来完成我的这个小小的梦想。对，那接下来我稍微解释一下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是我上一部影片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照片，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对不对？这些缩图，那里面的玩具照片里面唯一的差别就是每张照片玩具的动作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里总共有45张照片，这45张照片快速播过去，它可以生成1.875秒的停格动画。简单来说，你如果想拍一部1分钟以上的影片，你至少要拍1300张以上的照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费时费力的一个工程，很累。但是我个人是非常享受这样子，透过玩具，然后经过停格动画，然后把我脑中的想象化为现实。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到了高三的那一年啊，高三的那一年学测将近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们，我们同年纪的同辈的人，都是处在一个高压学习的阶段。然后每天放学，同学们就会相约说：“哎，要不要去图书馆念个书啊？”那每天放学，我看着这个场面，我的内心其实其实一直非常的挣扎。我在想说，我应该要跟着他们去图书馆，然后稍微挽救一下我那悲惨的成绩，还是我就依然故我回家继续拍动画。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那后来我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把图中的课业和动画稍微换个字，把它换成社会期待和自我价值，当我们换成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你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全台湾符合这社会期待的人也够多啦，真的不差我一个，对不对？对啊，然后就算去图书馆念个1个月，也别妄想那个拼过人家念3年。所以我宁愿。我就觉得说，我宁愿把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最好。我停格动画做了5年呢，对不对？对啊，对，所以在学测的前2个礼拜就诞生了这部《乐高雷神索尔》。这部片的拍摄期间，就是在大家应该超级认真念书的那段期间，把它拍出来的。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可能没有人有胆量可以在学测前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部片它其实有上一些新闻版面，然后好像因为这样子，我身边的人也比较认同我在做的这件事。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作品。谢谢。不过这件事情就是拍出雷神索尔，然后上了新闻。这件事情有没有改变我成绩差的事实？其实并没有，真的没有。它就是还是一样很烂，它也是一样烂在那。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子。只要选择自己真心所爱，必会本能的追求卓越。因为你不是在跟别人交代，你只跟自己交代。对我来说，我最大的噩梦不是成绩不好，是我没办法拍出一部好片。况且，就算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不见得会成功。那我觉得倒不如选择你真心所爱的，然后放手一搏。祝大家都能勇敢追梦，谢谢。